为什么聪明绝顶的人会在理财上栽跟头，而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却能默默积累惊人财富？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密码？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一本席卷全球的财富心理学巨作——摩根·豪瑟尔的《金钱心理学》。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财指导手册，而是一部深度剖析人性与金钱关系的心理学著作。全球销量已突破800万册，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美国亚马逊个人理财和预算管理类别中长期位居榜首。作者没有用复杂的公式和图表来说教，而是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揭示了金钱背后那些我们从未深思过的人性奥秘。想象一下这样的对比：一位年轻有为的技术天才，凭借过人才华早早积累了可观财富，却因为一时冲动将比特币当作水漂打进大海，最终落得破产收场。而另一边，一个名叫罗纳德·里德的加油站工人和商场清洁工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财富状况，直到92岁去世时，人们震惊地发现他积累了超过800万美元的财富。他依靠的不是内幕消息或高超技巧，仅仅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存下微薄工资，定投蓝筹股，然后耐心等待复利施展魔法，最终将大部分遗产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这两个极端的故事完美诠释了金钱心理学的核心洞察：在财富这件事上，你有多聪明，懂多少知识，远不如你如何行动来得重要。理财的成功更像是一种需要修炼的软技能，而不是靠公式计算的硬科学。你的行为习惯、情绪控制能力，这些看似与金融无关的东西，才是决定你贫富的关键。既然行为如此关键，为什么我们在跟金钱打交道时，又常常显得那么不理性，甚至做出在外人看来近乎疯狂的举动呢？难道我们真的都失去理智了吗？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心理在作祟？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颠覆性的观点：没有人真的对钱失去理智。那些看起来疯狂的举动，比如月光、冲动消费、投机冒险，或者像前面提到的那位把比特币当水漂打的天才，在他自己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是有他内在的合理逻辑的。这个逻辑可能在我们看来站不住脚，甚至完全错误，但对他本人来说，是基于他当时所掌握的信息和他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独特理解而做出的选择。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认识金钱、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深深地烙印着我们独一无二的个人经历。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父母是如何谈论和使用金钱的？你成长的年代经济是大繁荣还是大萧条？你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吗？你在年轻时是眼看着股市一飞冲天，还是一潭死水？这些亲身经历，哪怕只占世界上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的1/1000，却可能构成了你理解财富运作方式的80%的基础。我们更容易相信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东西，而不是书本上的理论或者别人告诉我们的道理。想象一下，一个在极度贫困中长大的人和一个出生在富裕银行家世家的人，他们对于风险和回报的理解能一样吗？恐怕是天差地别。前者可能觉得一点点风险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而后者可能认为承担风险是致富的必经之路。再比如，那些经历过物价飞涨、货币急剧贬值的恶性通货膨胀年代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碰债券，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债券就是财富粉碎机。而对于在物价稳定时期长大的人来说，这种恐惧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可能更看重债券的稳定性。同样，如果你在青少年时期，也就是形成世界观的关键时期，经历了股市的大牛市，比如书中图表展示的，如果你出生在1970年的美国，在你13岁到28岁这段时间，标普500指数算上通胀调整后翻了接近10倍，那你大概率会对股票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但如果你出生在1950年，在你经历同样的年龄段时，股市几乎是原地踏步，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股票这东西根本不靠谱。这完全不是谁比谁更聪明或者掌握了更多信息的问题，纯粹是因为你们成长的世界不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理解了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只经历过这个世界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就像投资人迈克尔·巴特尼克说的，有些事只有真正经历过才会懂。你可以研究大萧条的历史数据，分析当时人们的恐慌，但你永远无法真正体会一个人回到家，看着自己的妻儿，内心反复挣扎，我的投资决定是不是一个会毁掉他们生活的错误时的那种煎熬。这种情感烙印是阅读无法替代的。书中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买彩票。在美国收入最低的那部分家庭，平均每年会花费412美元买彩票，这个数字是高收入家庭的4倍。讽刺的是，这些人里很多都属于那种连400美元应急资金都拿不出来的群体，把本可以救急的钱去赌一个中奖概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这在我们很多人看来简直是疯了，对吧？但我们不在那个群体里，很难理解他们的逻辑。可如果你试着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每天辛苦工作，收入微薄，存钱几乎不可能，更别提买房买车、支付好的医疗、送孩子上大学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或者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这时候花几块钱买一张彩票，买的其实不是中奖概率，而是一个梦想，一个渺茫但却是他们唯一能看到的通往更好生活的希望。我们之所以不理解，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他们的梦想里。
所以他们的行为看似疯狂，但背后却有着心酸而无奈的合理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很多关于金钱的决策，其实很少是在电子表格前纯理性分析的结果，他们更多的是在饭桌上、在会议室里、在和家人朋友的交谈中做出的。个人的经历、独特的世界观、自尊心、营销的诱惑、奇怪的激励机制等等，共同塑造了我们做决定的情境。再加上像退休储蓄，比如401k 计划，在美国也就几十年历史，大学贷款大规模普及也是近几十年的事，甚至我们现在常用的信用卡抵押贷款，这些金融工具其实都还很年轻。人类跟这些现代金融概念打交道的时间并不长，我们都还算是新手摸着石头过河，还在摸索规则，跌跌撞撞的学习。指望我们像精密的机器一样完美运作，本身就不现实。所以，下次当你看到别人做出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金钱决策时，不妨少一些评判，多一份理解，试着去想在他的世界里是什么样的经历和逻辑支撑了这个决定。同样，当我们反思自己过去某些愚蠢的决定时，也可以更宽容一些。我们并非真的失去了理智，只是在用自己有限的经验，在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下，做出了当时认为最合理的选择罢了。既然我们的决策都基于各自的合理逻辑，那为什么结果还会天差地别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经历不同吗？除了我们自身的行为和认知，还有没有其他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影响着我们财富、命运的力量在悄悄运作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本书接下来就告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结果，尤其是和金钱相关的，都不仅仅是你个人努力的产物，还受到另外两种强大力量的影响，那就是运气和风险。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无处不在，却又常常被我们忽视。纽约大学的教授斯科特·加洛维有个很棒的总结，非常适合用来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任何事情都没有它表面看起来那么美好，也没有它表面看起来那么糟糕。这句话背后其实就藏着运气和风险的影子。为了说明这一点，书中讲了一个极其有冲击力的故事，主角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人——比尔·盖茨。我们都知道盖茨是天才，非常努力，他对计算机的洞察力在少年时代就远超很多专家。但他的成功故事里有一个常常被提到却又容易被低估的起点，他上的那所中学——西雅图的湖滨学校。在1968年的时候，竟然是全世界极少数拥有计算机的学校之一。想想看，在那个年代，连很多大学的研究生院都没有那么先进的设备，而湖滨学校之所以能有，是因为一位有远见的老师说服了家长俱乐部，用义卖得来的$3000租了一台分时共享的计算机终端。我们来算一笔账：1968年，全世界大概有3.3亿高中适龄学生，其中在美国的有1800万，在华盛顿州的有27万，在西雅图地区的大概10万出头，而最终进入湖滨学校的只有大约300人。从3亿到30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球范围内每100万个学生里，只有一个幸运儿能进入这样一所既有钱又有远见、弄到计算机的中学。比尔·盖茨恰好就是这100万分之一。他自己也承认，没有湖滨学校就不会有微软。所以你看，盖茨的成功，除了他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还得加上这100万分之一的超级好运。但故事还有另一面，就在盖茨和保罗·艾伦在湖滨学校的计算机房畅想未来，敲下改变世界的代码时，其实还有他们的第三个伙伴，一个同样才华横溢、对计算机充满热情的天才少年，名叫肯特·埃文斯。盖茨回忆说，埃文斯是当时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经常一起打电话畅谈未来，梦想着一起做大事，开公司影响世界。按照当时的轨迹，埃文斯本该和盖茨、艾伦一起成为微软的联合创始人，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就在高中毕业前夕，肯特·埃文斯在一次登山活动中不幸遇难了。登山遇难的概率有多大？在美国，差不多也是100万分之一。看到了吗？同样是100万分之一的概率，一个让比尔·盖茨踏上了通往微软帝国的青云路，这是运气；另一个却让同样优秀的肯特·埃文斯生命戛然而止，梦想破碎，这是风险。同样的力量，同样的大小，作用的方向却截然相反。运气和风险本质上都是告诉你，世界太复杂了，变量太多了，有无数不确定的因素在你个人努力之外，深刻地影响着你的最终结果。它们就像物理定律一样客观存在，但问题是，我们很难衡量它们，更难心平气和地接受它们。在评价别人的成功时，如果我们说他不过是运气好，会显得极度又刻薄，哪怕我们心里知道运气的成分确实存在。而在评价自己的成功时，承认运气的作用，又会让我们感觉自己的努力被打了折扣，心里不舒服。同样，在面对失败时，承认自己只是不巧撞上了风险，而不是自己决策失误，似乎又像是在找借口。所以，我们常常陷入一种误区，把别人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的愚蠢决策，而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倒霉的运气。我们更喜欢简单清晰的因果链条，比如他失败了，肯定是因为他做了错误的决定，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随机的风险因素。我们研究成功人士的案例，试图模仿他们的策略，却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成功里有多少是可复制的技能，又有多少是无法复制的运气。比如书中提到，范德、毕尔特和洛克菲勒这些商业巨头都曾有过藐视甚至践踏法律的行为。
这些行为事后被看作是他们魄力和商业智慧的一部分。但你想想，如果他们运气差一点，结局会不会就是公司破产、身败名裂？大胆和鲁莽之间的界限往往只有1毫米，而且只有在事后才能看得清。那么，认识到运气和风险的存在，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最重要的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态。当你成功时，要保持谦逊，要明白其中有运气的成分，成功并不完全是你个人能力的体现。风险这个兄弟随时可能找上门来，让你的故事发生180度大转弯。而当你失败时，也要多一些自我谅解和同情，认识到失败并不完全等于你做错了决策，很可能只是运气不好，遇到了无法避免的风险。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全盘否定自己，或者放弃你的长期计划。重要的是构建一个足够稳健、有容错空间的财务计划，让你在遭遇不可避免的挫折时能够生存下来，留在牌桌上，等待好运再次降临的那一天。好，就算我们承认了运气和风险的存在，并且足够幸运地获得了成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是不是就能高枕无忧，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呢？有没有可能，在拥有了看似足够多的财富之后，我们反而会掉进另一个自己亲手挖的，甚至更危险的心理陷阱里？当然，有这种方式依赖的不是冒险和贪婪，而是时间和耐心。这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要探讨的关键概念——复利的魔力。前面我们谈到了永不知足这个危险的心理陷阱，它提醒我们，一味的追求更多可能会让我们失去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么，有没有一种更稳妥、更可持续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呢？当然有，而且这种方式的力量可能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它就是复利。听到复利，你可能觉得有点老生常谈，或者觉得它听起来不像那些快速致富的故事那么激动人心。但金钱心理学告诉我们，复利恰恰是投资中最强大，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力量之一。它的魔力在于通过让你的收益本身产生更多的收益，哪怕起点很微小，只要时间足够长，就能像滚雪球一样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成果。为什么我们常常忽视它呢？因为复利的效果是指数级的，而我们的大脑更习惯线性思考。让你心算8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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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你可能很快就能得出答案是40。但如果让你心算88乘以8乘以88是多少，你的大脑可能就有点转不过来了。答案是32768。复利就像后者，它的增长在初期看起来很慢，很不起眼，但到达某个拐点后就会呈现爆炸式的增长，这往往不符合我们的直觉。书中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类比来解释这种微小起点、巨大结果的现象——地球冰川时期的形成。你可能以为冰川期是因为冬天变得极其寒冷，其实不完全是。科学家发现，冰川形成的关键可能只是因为某些年份的夏天不够热，导致前一个冬天积累的冰雪没有完全融化。就这么一层薄薄的没融化的冰雪，使得第二年冬天更容易积累更多的雪，更多的积雪又反射了更多的阳光，导致气温进一步降低，夏天更难融化积雪，如此循环往复。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最初那不起眼的没融化的薄冰层就可能演变成覆盖整个大陆的巨大冰川。你看，一个全球性的影响巨大的地质现象，它的源头可能只是一个相对微小的变化和持续的累积。财富的积累也是如此。市面上可能有成百上千本书在分析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告诉我们他是如何选股、如何估值的。但这本书指出了一个最简单却又最关键的事实：巴菲特之所以能拥有今天这样惊人的财富，并不完全因为他是一个多么厉害的投资者，更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并且持续了几十年的投资者。我们来看一组惊人的数据。在巴菲特当时高达845亿美元的净资产中，有842亿是在他50岁之后赚到的，而其中更有815亿是在他可以领取退休金的65岁之后才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他绝大部分的财富都是在他人生后半段，甚至是很多人已经退休的年龄之后才获得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成功的真正秘诀不仅仅在于他那年化约22%的优秀回报率，更在于他让这个回报率持续作用了超过3-4个世纪。想象一下，如果巴菲特像普通人一样，年轻时探索世界，30岁才开始认真投资，并且在60岁就退休享受生活，那么就算他同样能取得年化22%的回报率，他今天的财富会是多少呢？书中估算了一下，大概只有1190万美元，而不是845亿美元，两者相差了99.9%。这个思想实验极其震撼地告诉我们，在复利的世界里，时间才是那个拥有点石成金魔力的手指。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投资大佬。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詹姆·西蒙斯，他的年化回报率高达惊人的66%，是巴菲特的3倍。按理说，他应该比巴菲特富有得多吧？但事实是，西蒙斯的净资产当时约210亿美元，远低于巴菲特。为什么？因为西蒙斯直到50岁才开始他的辉煌投资生涯，他的投资时间比巴菲特少了1半多。如果西蒙斯也能以66%的回报率投资70年，他的财富会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几十万亿、亿级别。这个对比再次证明，持续的时间比短期内惊人的回报率更能决定最终的财富量级。正是因为复利的这种反直觉特性，初期缓慢，后期惊人，我们才常常低估它的力量。
我们总想找到那个能带来最高回报的秘诀，那个能让我们快速成功的捷径。我们花费大量精力去研究市场波动、交易策略，却往往忽略了那个最简单也最有力的武器——时间。我们很少会停下来真正思考一下，仅仅是耐心等待，让时间和复利去做他们擅长的事情，就能带来多么不可思议的结果。关于巴菲特成功的书有2000本，却很少有一本会把这个人持续投资了75年作为头条标题。但我们知道，这恰恰是关键。那么，这对我们的投资有什么启发呢？最重要的就是，好的投资并不一定意味着你要追求最高的短期回报，因为那些能带来最高回报的策略往往难以持续，甚至可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真正好的投资是那个你能长期坚持下去，能够获得足够好的回报，并且能让你安稳睡觉的策略。因为只有坚持的足够久，不中途出局，复利这个强大的引擎才能真正为你发动起来，创造财富的奇迹。既然复利这么厉害，只需要时间和耐心就能创造奇迹，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尽早开始投资，然后耐心等待，就一定能成功呢？有没有可能在漫长的投资旅程中，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战，一些让我们无法坚持下去的困难？仅仅懂得开始和坚持的重要性就够了吗？或许，如何确保自己能一直留在牌桌上，不被中途淘汰出局，才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更关键的问题。了解了复利的惊人力量，明白了只要给财富足够的时间，即使起点微薄，也能滚出惊人的雪球。但这又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如何确保自己能够拥有那足够的时间呢？在漫长的人生和投资旅程中，我们会经历各种风风雨雨、市场动荡，甚至个人危机。我们能保证自己一直留在牌桌上，不被意外情况淘汰出局，从而让复利的雪球滚得足够久吗？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另一个核心话题：致富和首富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游戏，需要完全不同的技能和心态。我们先来讲两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主角都是投资界的传奇人物，他们的命运却在1个世纪前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交织又分开。第一个是杰西·利弗莫尔，他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股票交易员之一。早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股票交易为何物时，他就已经是专业玩家了。不到30岁，他的财富就相当于今天的1亿美元。1929年，那场开启了大萧条序幕的股市大崩盘，反而让他一战封神。当无数投资者倾家荡产，甚至绝望自杀的时候，利弗莫尔因为精准的判断并做空了市场，1天之内就赚到了相当于现在30多亿美元的财富。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当他回到家，家人以为大难临头，哭作一团，他却平静地告诉他们：“我们不仅没破产，反而富得流油，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了。”那一刻，他无疑是全世界最富有也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但在同一场崩盘中，还有另一个人，名叫亚伯拉罕·日耳曼斯基。他原本是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在20年代的繁荣中积累了千万身家。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把所有的财富都押注在了持续上涨的股市里。结果崩盘来临，他瞬间一无所有。报纸记录了他最后的影像，有人看到他在华尔街附近失魂落魄的游荡，把自动收报机打出的报价纸条撕成碎片，撒在人行道上，然后就消失了。人们推测，他很可能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你看，1929年的同一场股灾造就了一个巨富，毁掉了另一个富翁。但故事还没完，仅仅4年后，那位在崩盘中大获全胜的利弗莫尔，因为过度自信，开始下越来越大的赌注，大量借债进行投机，结果在后续的市场波动中输光了一切，再次破产。最终，这位曾经的华尔街之王也因为羞愧和绝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利弗莫尔和日耳曼斯基虽然结局的时间点不同，但他们身上有一个惊人相似的悲剧性特征：他们都极其擅长致富，却又同样极其不擅长守富。这就是金钱心理学要告诉我们的关键一点：获得财富和守住财富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技能。致富往往需要你敢于冒险，保持乐观，甚至有点赌性，敢于在关键时刻放手一搏。但是守住财富恰恰需要相反的东西，它需要你保持谦逊，甚至带点悲观或者说敬畏之心，要清楚地认识到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你过去的成功里有多少运气的成分，未来不一定能复制。首富更需要节俭，需要为未来的不确定性留足空间，需要一种害怕失去的心态。红杉资本的传奇投资人迈克尔·莫里茨曾被问及公司长盛不衰的秘诀，他说：“我想我们一直都害怕被行业淘汰，我们始终认为明天的情况会和昨天不一样，我们不能躺在昨天的光环之上，不能自满。”你看，他强调的不是增长智慧或眼界，而是生存，害怕被淘汰，保持警惕，从而能够活下去。为什么生存如此重要？首先，显而易见，没有任何收益值得你冒失去一切的风险。一旦你输光了本金，你就彻底出局了。其次，也是更关键的一点，只有活下去，你才能享受到复利那漫长而神奇的果实。复利需要时间，几十年如一日的时间。而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你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衰退、恐慌、危机。只有确保自己能在这些风暴中生存下来，不被迫在最糟糕的时候卖掉你的资产，不因为恐慌而放弃你的长期计划，你才能最终等到复利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我们再次以巴菲特为例，研究他如何选股固然重要，但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没做什么。
他没有让自己陷入沉重的债务，他在经历过的十几次经济衰退中，从未惊慌失措地抛售股票，他没有做任何损害自己声誉的事情，他没有只依赖单一的策略，他没有让自己过度劳累，以至于筋疲力尽而放弃，他生存了下来。正是这种超强的生存能力，让他能够从10岁一直投资到将近90岁，给了复利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奇迹。书中还讲了另一个不那么出名，但同样发人深省的故事。巴菲特和芒格早年其实还有第三个投资伙伴，名叫里克·盖林，同样非常聪明。但为什么后来我们只知道巴菲特和芒格呢？巴菲特后来解释说，查理和他都知道自己会变得非常富有，但他们不着急。而里克虽然和他们一样聪明，却太心急了。在1973至1974年的市场大跌中，里克因为使用了保证金贷款，也就是加了杠杆，在市场下跌70%时被追缴保证金，被迫以极低的价格把他持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卖给了巴菲特。他因为没能守住，过早地退出了这场本可以让他极其富有的游戏。所以你看，仅仅懂得复利的原理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掌握首富的技能，那就是先生存下来。拿西姆塔勒布的话说，拥有优势和生存下来是两回事，前者需要进攻，后者需要你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破产。那么我们该如何培养这种首富的技能，确保自己能够长期生存下来呢？书中提到了几点。第一，比起追求巨大的回报，确保你的财务状况牢不可破更重要。持有一些现金或低风险资产，虽然在牛市看起来很笨，但它能让你在熊市来临时有足够的缓冲，不至于被迫在低点卖出股票。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难以量化的回报。第二，规划很重要，但每个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做好预案，也就是留出足够的容错空间或安全边际。第三，要拥有一种平衡的心态，对未来长期保持乐观，但对短期可能出现的会阻碍你走向美好未来的风险，时刻保持警惕和防范。所以，首富的关键在于先生存下来，让自己不被淘汰出局。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每一次投资、每一个决策上都力求完美，不能犯错呢？如果我们在投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犯错，或者收益平平，我们还有可能最终获得成功吗？我们已经讨论了储蓄的重要性，明白了只要给财富足够的时间，即使起点微薄，也能滚出惊人的雪球。但这又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如何确保自己能够拥有那足够的时间呢？在漫长的人生和投资旅程中，我们会经历各种风风雨雨、市场动荡，甚至个人危机。我们能保证自己一直留在牌桌上，不被意外情况淘汰出局，从而让复利的雪球滚得足够久吗？上一部分我们认识到，首富比致富更难，关键在于先生存下来，不被市场的风浪淘汰出局，这样才能让复利的雪球滚得足够久。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像走钢丝一样，在投资的每一步都力求完美，不能犯任何错误呢？如果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做错了决策，或者投资表现平平，是不是就注定与成功无缘了呢？接下来，金钱心理学将给我们揭示一个更加颠覆常识，甚至有点违反直觉的真相，那就是在财富的世界里，往往是尾部决定一切。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少数极端罕见但影响巨大的事件，决定了最终的绝大部分结果。而大多数时候发生的那些平常事，或者说我们常常经历的那些小失败、小挫折，其实对最终的结局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你完全有可能在做对一半事情，甚至做错大部分事情的情况下，最终依然获得巨大的成功。只要我们能抓住少数关键的机会，并控制好风险。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书中提到了一个传奇艺术品经销商海因茨·贝格鲁恩的故事。他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之一，收藏了大量毕加索、马蒂斯等大师的珍作，价值连城。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有火眼金睛，总能精准预测哪件艺术品会升值吗？研究发现并非如此。成功的艺术品交易商往往像运作指数基金一样，会广泛地购买大量的艺术品。在他收藏的成百上千件作品中，可能99%最后都表现平平，甚至无人问津。但是，只要剩下的1%是像毕加索这样的顶级大师的作品，其价值的巨大增长就足以覆盖所有其他投资的平庸，并带来整个收藏组合惊人的回报。贝格鲁恩可能在绝大多数赌注上都没押对，但这并不妨碍他最终取得辉煌的成功，因为是那极少数的尾部成功决定了一切。这个道理在很多领域都适用，比如风险投资。一家风投公司可能会投资几十家初创企业，他们心里清楚，这里面可能超过一半都会失败，血本无归，另外一些可能勉强生存，带来一点点回报。但整个基金能否成功赚取超额利润，往往就取决于是否能投中那一两家，甚至仅仅一家独角兽公司，就是那些能够带来几十倍、上百倍甚至更高回报的超级明星企业。根据统计，在数万家获得风险投资的初创公司里，真正能带来这种爆炸性回报的，可能只占0.5%到1%。正是这极少数的尾部成功养活了整个风险投资行业。你可能会觉得，风险投资嘛，名字里就带风险二字，高风险高回报，依赖少数成功案例很正常。那我们来看看看似更稳健的公开股票市场呢？其实道理惊人的相似。
摩根大通曾经研究过美国罗素3000指数，一个包含了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的庞大指数，自1980年以来的表现。结果发现什么呢？在这个指数包含的所有公司里，有高达40%的公司，其股价经历了灾难性的下跌，跌去70%以上，并且再也没能恢复。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公司失败了。那么这个指数整体上还能取得73倍的惊人增长，从1980年到研究端点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是，指数的所有回报几乎都来自于其中表现最好的那7%的公司。正是这少数的超级赢家，比如微软、沃尔玛这样的公司，他们的巨大成功完全抵消了大量失败者的拖累，并拉动了整个指数的上涨。这和艺术品收藏、风险投资的逻辑如出一辙，都是尾部决定了整体的胜利。甚至在那些成功的公司内部，也是尾部在起作用。比如亚马逊，它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AWS 云计算服务和 Prime 会员这两项业务，而它曾经尝试过但失败了的产品可能数都数不清，像那个 Fire Phone 智能手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苹果公司也是如此 ，iPhone 这款产品的巨大成功几乎定义了公司的命运，而它其他产品的表现则相形见绌。这个尾部决定一切的规律，对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看法。过去，我们可能认为要做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就必须提高自己每一次决策的正确率，要尽量避免犯错。但现在我们知道，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投资不像开飞机，不允许出一点差错；投资更像打棒球，即使是伟大的击球手，安打率可能也只有3-4成。传奇投资人彼得·林奇就曾说，在这个行业，如果你能做到10次里有6次是对的，你就算非常出色了。这意味着你在投资过程中经历很多次失败、亏损、挫折是完全正常的。你买的很多股票可能表现平平甚至下跌，你尝试的很多策略可能并不奏效，这都没关系，因为最终决定你长期收益的，可能就是你抓住的那少数几次重大机会，或者说你持有的那少数几只表现极其出色的长牛股。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说得好，重要的不是你对了还是错了，而是当你对的时候你能赚到多少，当你错的时候你会损失多少。只要你在少数关键时刻做对了，并且让盈利充分增长，同时在做错的时候控制好损失，那么即使你犯错的次数远多于正确的次数，你最终依然能够赢得这场财富游戏。所以，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几次失败的投资就灰心丧气，全盘否定自己，也不要看到别人抓住了几只牛股就觉得他们是股神。即便是巴菲特也承认，他一生中持有过400-500只股票，但绝大部分收益都来自于其中的10只左右。芒格更是直言，如果去掉我们最好的几笔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长期业绩其实相当平庸。理解了尾部的力量，我们就应该更加坦然地面对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和大量的失败。重要的不是追求每一次都正确，而是确保自己能够长期留在市场上，不错过那些可能带来巨大回报的少数尾部机会，并且在机会来临时有勇气让它充分发挥作用。就像亚马逊的贝索斯不怕尝试更大的失败， Netflix 的哈斯廷斯甚至希望公司有更高的项目失败率一样，他们都深刻理解，伟大的成功往往诞生于无数次不那么成功的尝试之中。既然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少数难以预测的大成功，并且需要我们有足够的韧性去承受大量的小失败，那我们如此这般努力积累财富，克服重重心理障碍，最终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账户上数字的增长吗？还是说，金钱其实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比财富数字本身更重要、更核心的东西？金钱心理学给出了一个亮而清晰的答案：金钱能买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自由，是对个人时间的掌控权。富有的最高级形式不是拥有多少豪车、多少名牌，而是每天早上醒来，你都可以对自己说：今天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想想看，什么能带给人真正的幸福？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安格斯·坎贝尔曾经做过深入研究，他发现，决定一个人幸福感的不是他的收入有多高、房子有多大、工作有多么令人羡慕，而是他是否拥有对生活的掌控感。坎贝尔总结说，与我们考虑过的任何客观生活条件相比，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烈的掌控感，是预测幸福和这种积极感受的一项更可靠的指标。简单来说，就是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做你想做的事，并且想做多久就做多久。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是无价之宝，而这恰恰是金钱能够赋予我们的最大红利。这种掌控力是如何通过财富体现的呢？它可以是分层次的。拥有一笔储蓄，意味着你生病的时候可以安心请几天假，不必担心手停口停，这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生活的巨大进步。拥有更多一点的财富，比如几个月的应急资金，意味着如果你失业了，可以不必惊慌失措地抓住第一份看到的工作，而是可以从容地等待更好的机会出现。它也意味着你在老板面前更有底气，因为你知道，就算这份工作不干了，你也能撑一段时间。在拥有更多财富，你就可以选择一份薪水不高，但工作时间更灵活，或者通勤时间更短的工作。你可以在面对突发的医疗状况时少一份对账单的焦虑，你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在什么时候退休，而不是被迫工作到干不动为止。财富一层一层的为你解锁了更多的时间和选择权，这种生活上的从容和灵活度是任何奢侈品都无法比拟的。
作者摩根·豪泽尔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大学时一心想去投资银行工作，唯一的动力就是赚大钱。他100%相信赚到大钱就能更快乐。后来他如愿以偿进入投行实习，才发现那份工作意味着几乎要把醒着的每一秒都奉献给工作，半夜之前能回家都算奢侈。虽然工作内容可能很有挑战性，报酬也很丰厚，但他却感觉极其痛苦。他意识到，做一份自己喜欢但时间完全不受自己掌控的工作，和他做一份自己讨厌的工作，感觉上没什么区别。这背后有一种叫做抗拒的心理在作祟。当人们感觉自己被迫去做某件事，失去了选择权和自主权时，哪怕这件事本身他们可能并不反感，也会产生抵触情绪。金钱带来的掌控感有多重要？书中还讲了企业家德雷克·西弗斯的故事。有朋友问他如何致富，他讲的不是后来卖掉公司赚了几千万美元的事，而是他在22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在曼哈顿做着一份年薪仅2万美元的工作，生活极其节俭，每月开销控制在1000美元，硬是攒下了1.2万美元。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辞掉工作，去追求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因为他知道这笔钱足够支撑他一段时间，直到他能靠演出养活自己。他说，1个月后我辞掉了工作，之后再也没有给别人打过工。对他来说，真正改变人生的财富自由，不是后来银行账户里的巨额数字，而是22岁时那笔让他获得人生掌控权的1.2万美元存款。这就引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悖论。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物质最富裕的时代之一，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人们拥有的财富、汽车、住房、各种商品都远超几十年前。但各种调查却显示，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提升，甚至压力和焦虑感反而更高了。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在用增加的财富购买更大、更好的物质商品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牺牲了对时间的掌控权。更大的房子可能意味着更长的通勤时间，更贵的汽车和生活方式意味着你需要一份薪水更高，但压力更大、时间更不自由的工作来维持。物质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而失去时间掌控权带来的痛苦却是持续的。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很多工作是体力劳动，比如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下班就是下班，工具留在工厂，工作就完全停止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是脑力劳动，比如做策划、写代码、搞分析，我们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大脑。这个工具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于是工作就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下班路上还在想方案，吃晚饭时还在回复邮件，哄孩子睡觉，脑子里还在盘算工作，甚至可能在凌晨3点因为工作压力而惊醒。我们好像永远也无法真正下班。虽然物质上更富裕了，但我们对时间的掌控可能反而不如从前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父辈们。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认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书中引用了一项对上千名美国老年人进行的访谈，研究总结他们的人生智慧。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说要想幸福，你就该拼命工作赚钱买想要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说你至少要和周围的人一样有钱才算成功；也没有一个人说你应该根据收入潜力来选择工作。他们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真诚的友谊，是参与比个人更宏大的事业，是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尤其是孩子。比起你的钱或者你的钱能买到的东西，你的孩子们更想要的是和你在一起的体验。所以，金钱心理学最终想告诉我们的是，金钱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绝不是那些闪闪发光的奢侈品，而是用它来换取对你自己时间的掌控权，让你能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人生，去做那些真正让你感到幸福和满足的事情。既然金钱最大的价值在于换取时间和自由，那我们具体应该如何行动？通过什么方式来积累财富，从而一步步实现这个目标呢？是不是一定要拼命赚钱，或者追求超高的投资回报才行？有没有可能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其实掌握在一个我们更能自主控制的因素，比如我们的储蓄习惯手里呢？前面我们探讨了金钱能带来的终极价值，不是奢侈品，而是对时间和生活的掌控权，是那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我们该如何行动，才能真正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去换取这份宝贵的自由呢？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可能让你觉得有些意外，但却极其重要的观点：建立财富的关键，可能跟你赚多少钱或者投资收益有多高关系没那么大，反而更多的取决于一个你更容易掌控的因素——你的储蓄率。是的，你没听错，就是存钱。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简单，甚至有点老土？但作者认为，这恰恰是财富等式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最能由我们自己控制的部分。想想看，提高收入或者获得超额投资回报，这里面有多少不确定性？经济形势、市场波动、行业风口、个人机遇，很多都不是我们能完全掌控的。但是你能存下多少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的消费习惯和欲望管理，这是你可以实实在在把握在自己手里的。书中用了一个很形象的类比：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当时很多人担心石油会耗尽，因为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石油，而人类的开采能力似乎跟不上了。但结果呢？我们并没有陷入能源枯竭的困境。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我们发现了海量的用不完的新油田，而是我们变得更节能了。汽车的燃油效率提高了，
工厂和住宅的能源利用率也大大提升。发现更多石油是困难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比如开更省油的车，或者选择更节能的生活方式，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理财也是一个道理，追求更高的收入和回报，就像寻找更多石油，充满变数；而提高你的储蓄率，就像提高能源效率一样，是你更能掌控也更可靠的积累财富的方式。因此，财富积累的核心公式其实很简单，财富等于收入减支出，或者说欲望。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即使你的收入不高，只要你能保持足够高的储蓄率，也就是你的支出远低于你的收入，你依然可以积累财富。但反过来，就算你收入再高，投资回报再惊人，如果你的支出也随之水涨船高，储蓄率极低甚至为负，那你永远也无法真正变得富有。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更进一步说，财富的价值其实是和个人需求相关的。假设你和我的净资产一样多，但你比我更擅长投资，你的年回报率是12%，我只有8%。可是我在花钱这件事上比你更高效，我只需要你一半的开销就能感到快乐和满足，而你的生活欲望却随着财富的快速增长而不断膨胀。那么，尽管我的投资能力不如你，我的生活质量可能反而比你更高，我从投资中获得的实际效用也更大。所以，学会用更少的钱获得同样的幸福感，控制自己的欲望，让你的所得能够持续的超过你的所想，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财富积累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比单纯提高收入更容易掌控。那么，如何提高储蓄率呢？除了努力增加收入，更关键也更具挑战性的一环在于管理我们的心理账户。当消费超越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虚荣心的游戏，一种通过花钱来向别人展示你有钱，或者至少看起来有钱的方式。这时候，提高储蓄最有效的方法，可能不是提高收入，而是培养你的谦逊之心。当你把储蓄定义为收入减去你的自我炫耀需求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收入不菲的人依然存不下钱，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和自己想要攀比、想要被别人羡慕的本能做斗争。而那些真正能够长期积累财富的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的车、他们的房、他们的穿着。当你不再那么关心别人的眼光时，你的很多不必要的欲望自然就消失了，储蓄率也就自然提高了。现在我们来谈谈储蓄的一个更深层次，也是这本书反复强调的重点，你存钱真的需要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吗？很多人会说，我存钱是为了买房、买车，或者为了退休。这些目标当然很好，但是金钱心理学告诉我们，你完全可以，甚至应该为存钱而存钱，为那些你无法预测，甚至无法想象的未来可能性而存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意外。如果你只为已知的目标存钱，那就像一个只为已知风险做准备的工程师，他的设计在现实世界中一定会出问题。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可能是突然失业，可能是意想不到的疾病，可能是家庭变故，可能是市场崩盘，也可能是某个需要你抓住但需要启动资金的绝佳机会。这些都是你无法在事先精确规划的，而一笔没有特定用途、随时可以动用的丰厚的储蓄，就像你财务生活中的安全气囊和万能备用金。它能在这些不可避免的意外来临时，给你提供最大的缓冲和灵活性。这种为未知而储蓄带来的好处是无形的，但极其宝贵。它首先买到的就是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时间和选择权。当你有足够的储蓄作为后盾时，你就不用在失业后恐慌地接受一份不满意的工作。你可以在市场恐慌、别人被迫抛售资产时，冷静地抓住投资机会。你可以在面对生活的变故时，拥有更多从容应对的空间和底气。你每存下一笔没有指定用途的钱，就好像从未来那个可能受制于人的自己手中买回了一份自主权。其次，这种冗余的储蓄能让你在投资的长跑中拥有更强的生存能力。我们知道，复利需要时间，而市场波动是常态。如果你所有的钱都紧巴巴地对应着某个短期或中期目标，一旦市场出现大的下跌，或者你生活中出现意外需要用钱，你就可能被迫在最不合适的时机卖掉你的投资，从而打断复利进程，甚至造成永久性的损失。而拥有充足的没有特定用途的储蓄，意味着你几乎永远不需要被迫出售你的股票或其他长期投资，这大大增加了你能够长期持有、穿越牛熊，最终享受复利成果的可能性。还记得查理·芒格那句话吗？复利的第一条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永远不要打断这个过程。而为未知存钱，正是确保你永远不会万不得已的最佳策略之一。所以这本书提倡一种像悲观主义者一样储蓄，像乐观主义者一样投资的理念。什么意思呢？你要像一个悲观主义者一样，充分认识到世界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你需要努力储蓄，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留足安全边际。但同时，你又要像一个乐观主义者一样，相信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趋势是向好的，经济总体上是增长的。因此，你应该把你的大部分储蓄扣除应急和缓冲部分后，勇敢地投入到能够分享这种长期增长的资产中去，比如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并长期持有。用谨慎的储蓄来确保生存，用乐观的投资来追求增长。
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关于金钱的心理学与原理，从认识我们自己独特的经历如何塑造决策，到理解运气和风险的无常，再到警惕永不知足的陷阱，认识复利的惊人力量，区分致富与首富的不同，明白尾部事件决定成败，最终认识到金钱的最大价值在于换取自由，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又在于像悲观主义者一样去储蓄。那么，把所有这些原则融会贯通，我们到底该如何构建一个适合自己的、能够行之有效的理财体系呢？这本书的作者摩根·豪泽尔本人又是如何将这些理念应用到他自己的生活中的呢？这本书在结尾处特别强调个人理财，个人这两个字远比理财更重要。这就像去看医生，以前可能是医生说了算，但现在越来越强调医患沟通，要了解病人的想法和偏好。因为同样的病，不同的治疗方案对不同的人来说，效果可能差不多，但过程中的感受、风险承受能力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却是天差地别的。理财也是如此。你的年龄、收入、家庭状况、风险偏好、人生目标，甚至你最害怕什么，这些极其个人化的因素，都决定了什么样的理财方式才是最适合你的。别人的建议，哪怕是专家的建议，甚至是这本书作者本人的做法，都只能是参考。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个能让你自己内心安宁、晚上睡得着觉的方法。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摩根·豪泽尔他自己是怎么做的呢？他非常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个人告白。注意，这绝不是让你照搬的模板，而是作为一个案例，展示了如何将书中的理念融入个人实践。首先，作者明确了他的核心财务目标，不是追求财富数字的最大化，而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独立自主。他希望每天醒来都能拥有对自己时间和生活的完全掌控权，可以自由地选择做什么，和谁一起做。这个目标深受他父亲经历的影响。他父亲通过多年的高储蓄，最终获得了提前退休，摆脱高压工作，追求自己热爱事业的自由。这份掌控人生的能力，在作者看来是金钱能带来的最高形式的回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和妻子最重要的策略就是维持极高的储蓄率。他们很早就决定，生活方式的欲望不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无限膨胀。即使后来收入增加了不少，他们也基本保持着年轻时那种相对简朴的生活水平。这样一来，几乎所有增长的收入都被存了下来，变成了他们的自主基金。他们很少觉得这种节俭是一种牺牲，因为他们的快乐来源更多是散步、阅读、听播客这些低成本的活动。而且他们内心非常清楚，牺牲眼前的消费是为了换取未来更大的自由。为了这份心理上的自主感，作者甚至做出了一些在纯粹财务角度看不理性的选择。比如在房贷利率极低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全款买房，而不是利用低息贷款把钱拿去投资。为什么？作者说，虽然理论上贷款投资可能回报更高，但完全拥有一所房子带来的那种踏实和无债一身轻的自由感，对他们来说远比潜在的收益更重要。同样，他们持有的现金比例也远高于一般建议，大概占金融资产的20%。这也不是为了收益，而是为了确保在任何极端情况下，他们都永远不需要被迫卖出持有的股票。这份安全感，这份能抵御意外、确保自己能长期留在游戏中的能力，是他们愿意为之付出的机会成本。在投资方面，作者的选择更是简单到极致。他坦言自己尝试过选股，但不确定自己能否持续跑赢市场，而且也不想为此花费过多精力，承担过多风险。对他来说，既然通过高储蓄率加上几十年的耐心，投资于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就极有可能实现家庭所有的财务目标，那又何必去追求更复杂、更可能让自己焦虑的策略呢？所以，他和家人几乎所有的长期投资，扣除必要的现金储备后，都放在了简单的低成本指数基金里，涵盖美国和国际市场。他们只是定期投入，长期持有，相信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情上，也就是持续储蓄和保持耐心。这就是摩根·豪泽尔本人的理财方式。他不追求极致的回报，甚至有些做法在外人看来不够聪明，但他完全服务于他自己内心最重要的目标：独立自主和安心睡觉。那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作者分享他的故事，不是让我们去模仿，而是为了再次呼应这本书开篇就提出的观点：没有人真的对钱失去理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做出自己认为合理的选择。你的方法不必和作者一样，不必和专家建议的一样，甚至不必和昨天的你一样。重要的是，通过理解金钱背后这些深刻的人性规律，我们能够更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害怕的又是什么，然后去定义属于你自己的金钱游戏，找到那个能让你内心平静、与你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相契合的理财之道。这条路可能不是最快的，也可能不是最高收益的，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是那条能让你每晚都能安然入睡的路。而这或许才是金钱能带给我们的最终极的智慧和幸福。